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率中国代表团抵达瑞士苏黎世，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这是根据中美元首9月10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双方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的具体体现，也是两人自今年3月充满火药味的阿拉斯加会谈之后第2度会面。有观察指，中美元首通话后不到1个月，双方高层再会晤，显示两国正试图重建沟通渠道。周三上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根据中美元首9月10日通电话达成的共识，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及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周2晚，杨洁篪抵达瑞士苏黎世。白宫也发表声明称，两人此次会晤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的后续安排，美方将继续寻求负责任地管控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关系。9月1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沟通，对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据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熟悉相关安排的人士称，杨洁篪与沙利文再次会面，显示中美正试图重建沟通渠道。也有分析认为，中美元首通话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双方工作层正加紧工作、广泛对话，这意味着中美之间下一阶段会在各个领域出现机制性或准机制性的沟通对话。杨洁篪与沙利文此次接触，不排除是要为中美高层下一步会晤铺路。应该主要关注的就是双方如何修复战略互信，因为我们说在特朗普时期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遭受了重大的迫害，双方在这个会谈当中能够建立起重建最基本的这个战略信任，而且能够探索中美关系在新的时期交往的这些规则这个程序的话呢，我觉得这次会谈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会谈。在过去近7个月的时间里，中美双方各层次、各领域完成了拜登上任后的第1波接触与交锋。3月18日至19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安克雷奇举行。杨洁篪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沙利文及美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为期2天的对话，双方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的较量。会议上，杨洁篪阐明中方立场：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与中国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7月26日，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天津进行了新一轮会谈，王毅也在天津会见了舍曼。中方在天津向美方明确了3条底线与2份清单。此外，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克里也曾2次访华。不过，这些面对面接触并未打破僵局。直到9月10日，中美元首时隔7个月再次通话，为两国的激烈博弈设下不冲突的安全护栏。外界注意到，2个星期后，在加拿大被拘近3年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返回中国，这也是中方开出的纠错清单中的一项内容。此外，9月28日、29日，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少将与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部长迈克尔·蔡斯通过视频共同主持了第16次美中防务政策协调对话会，这是中美防务对话中断7年后恢复举行。当地时间周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就对华贸易政策发表演讲，表示不谋求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强调美国不追求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不同的基础上与中国重新连接。他还表示愿意与中国沟通，并预告未来几天会与中方代表进行对话。分析指出，这一系列事件显示，中美在经历过摊牌式的激烈碰撞后，正步入务实的接触阶段。双方更加清楚彼此的底线，也明白种种矛盾都是必须要啃的硬骨头。所以从这些迹象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呢，一方面我们仍然延续了特朗普时期激烈的竞争
甚至在某些方面对抗的这么一种惯性。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美之间呢，已经展现出一种和缓的这么一种迹象。但是我们这种和缓的迹象只是一个迹象仍然改变不了目前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但是双方之间能坐下来谈，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谈总比不谈好谈得多总比谈得少要好。但以此判断中美关系将峰回路转，恐怕还为时过早。外界也注意到，在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而拜登自入主白宫以来，在香港、新疆问题和新冠溯源等议题上，仍然维持了对中国施压的政策。高度敏感的台海问题，以及美国近期与英国、澳大利亚组成的三边战略联盟，已是两个摆在眼前的矛盾点。对于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前景，有观察指出，美国会继续用两只手对待中国，一方面展开竞争，并对中国进行遏制，另一方面开展合作。不过，此前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早前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就指出，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中方将根据美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方进行接触。如果美方也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分析指出，中美关系未来仍然会是一种波动式的发展，可能下阶段中美之间会出现较多对话，气氛会相对缓和，但中方也需要继续两手对两手，注重合作的同时，面对美方的遏制打压，则坚决反击。就是双方的关系在过去的3年多的时间里实在是太坏了，所以美国政府也是要对以前的政策进行阶段性的评估，而且要做出必要的这个调整，所以也是到了改变的时候。在未来的这个中美关系仍然会延续我们说中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这么一种范式。但是的话呢，在可预见的这种未来的这种范式，主要的特征是竞争与对抗。